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5讲。我们在第25讲里给大家介绍了如何用 MOSFET 构成门电路。在这一讲里，我们介绍如何构成放大器。门电路和放大器分别是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的基本单元，它们都是进行信号处理最核心的要素。在下学期的课程里，我们将介绍如何用 MOSFET 来处理能量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在开始讨论放大器电路之前，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MOSFET 的3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及其约束。首先 ，MOSFET 的 G 极与 DS 之间始终是开路的。其次，在满足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，DS 之间是开路。当 UGS 大于 UT 以后 ，DS 之间开始导通电流。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，可以粗略的把它分成这一段和这一段。那么在这一段相对来讲 UDS 比较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 UDS 是小于 UGS 减 UT 的时候，那么在 D 和 S 之间可以看成是一个线性的电阻。那么在这一段，即 UDS 相对较大，也就是说UDS 大于 UGS 减 UT 之后，在 D 和 S 之间可以看成是一个压控电流源，这里面这个控制量 IDS 等于2/K 乘以 UGS 减 UT 的平方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。我们在第24讲至第26讲里讨论过如何利用 MOSFET 的开路特性和电阻特性来构成门电路。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如何利用 MOSFET 的压控电流源特性来构成放大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讨论 MOSFET 构成放大器电路的分析。这个电路和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电路拓扑结构是一样的。如果 MOSFET DS 之间工作于非线性压控电流源的话，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非线性电阻电路。我们可以用此前2讲讨论的小信号法来对其进行分析，当然前提是 delta UIT 可以看成是一个小信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前面讨论过的假设检验的思想来判断一下这个 MOSFET 是否工作于电流源区。我们假设它是工作于电流源区，现在需要画出来它的直流工作点电路，那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，我们讨论的输出是 UDS。为了求出 UDS，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路径上应用 KVL， 可以得到等于 4.375 伏。根据此前的复习，我们知道 MOSFET 工作于压控电流源区的条件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。在这道题里，它是 4.375， 它是 2.5 减1等于 1.5， 所以是成立的。因此，我们验证了这个 MOSFET 工作于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区，而且我们知道了这个工作点 UDS 是 4.375， 工作点 UGS 是 2.5 伏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条件来画出这个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小信号电路。在小信号电路里，所有直流量被置零，因此有输入仅包含小信号输出为 DS 之间
这里非线性压控电流源变成了线性压控电流源，其特性为在这个电路里，想要求出德尔塔 UOT， 我们需要在这个路径上应用 KVL， 因此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包含 MOSFET 的放大器把输入信号放大了负 7.5 倍，也就是说，从交流信号的角度来讲，输出比输入是负 7.5 倍。为了完成整个电路的分析，我们现在需要把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合起来写成，这就完成了整个包含 MOSFET 小信号电路的分析。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，在 MOSFET 的小信号放大器电路里面，输入和输出共原极，因此这种放大器也称为共原极 MOSFET 放大器。在以后的学习里，大家还会接触其他类型的放大器。接下来我们用仿真和实验来验证理论分析。我们通过仿真来验证 MOSFET 放大电路的功能。图中的 MOSFET RN7000 DS 两端接10伏电源，10千欧电阻 ，GS 之间接输入信号，包括直流偏置 2.05 伏，1毫伏有效值50赫兹正弦波电压源，直流偏置 2.05 伏是通过计算使得 MOSFET 工作在横流区，具备放大功能。示波器的 A 通道接输入信号，用红色表示；示波器的 B 通道接 MOSFET DS 输出电压，用绿线表示。打开示波器，点运行，暂停。我们用 AC 交流模式来观察波形。红线为输入的交流信号，绿线为输出的交流信号。输入信号每格代表1毫伏，输出信号每格代表50毫伏。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大约放大负50倍，实现了信号的放大功能。现在我们通过一个 MOSFET 放大器来了解放大器的性能。输入是直流偏置和交流小信号的叠加，交流小信号接入加法器的一个输入端，电位器用来调节直流偏置，经电压跟随器接到加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，经加法器和反线比例器作为 MOSFET 放大器的输入，用示波器来观察交流小信号和 MOSFET 放大器的输出。现在来看波形，通道1接的是交流小信号输入，它的峰值约为 0.2 伏。通道2接的是放大器的输出。可以看出，输出波形的交变部分的峰值约为 6.4 伏，也就是说，小信号被放大了30多倍，说明该电路实现了放大的功能。